2025年，全球航运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港口收费战点燃。美国洛杉矶、长滩、萨凡纳等主要港口集体宣布涨价，装卸费上调18%，泊位费上涨12%，燃油附加费最高标至每箱$150。美港联盟声称，这一举措是为应对高通胀与碳排放新规，但结果却引发了连锁震荡。三大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赫伯罗特相继削减赴美航线，美西运力短短3个月骤降27%。零售端首当其冲，沃尔玛、Target 等零售巨头家电、服装、玩具等商品平均涨价4.2%，美国 CPI 随之被推高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港口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上海洋山、宁波舟山、深圳盐田等港口泊位利用率超过96%，货轮排队时间最长达48小时。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8%，出口货运量已达到疫情前水平的120%。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样进行了调价，但这是主动控流之举，综合费用上调约9%，其中设备、使用费与仓储费针对低附加值货物涨幅达20%。主动压缩低利润拼箱业务，将宝贵泊位资源集中用于中欧班列、高端制造与新能源出口。这一涨一缩，形成了鲜明反差。美国港口越涨越空，泊位利用率跌至63%；中国港口越涨越满，出口预订量创下近5年新高。业内专家一语道破：美国靠涨价弥补衰退，中国用涨价推动升级。前者陷入通胀循环，后者迈向利润循环。表面上看，中美港口在打收费战，但实质上这是一场供应链格局的重塑之战。谁能掌控货物流向，谁就握有全球贸易的方向盘。至于这场港口涨价潮的幕后推手与受害者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最近在亚马逊下单的那台中国产咖啡机，或你家孩子心心念念的那个玩具，可能很快就要涨价了。你以为这又是通胀作祟？不，这次的源头或许是一张来自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天价罚单，引爆了一场横跨太平洋的连锁反应。围绕港口收费的中美博弈，已经悄然从贸易战的幕后走向海运一线。美国率先出手，中国闪电反击。这不只是一次费用纠纷，而是一场动摇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航运秩序根基的较量。而这一切的开端，仅仅是一张账单，一张看似普通却能掀起风暴的账单。设想你是一位在美国小镇经营家具进口的小企业主，从中国订了一整柜货，按理几天内就能清关提货，可由于港口拥堵、船期延误或码头调度混乱，集装箱被迫滞留多日。结果账单寄来，上面赫然写着高昂的滞箱费与滞港费，金额之大，几乎逼近货物本身的价值。这样的案例被社交媒体放大，逐渐演变成中方港口对美方不公平收费的舆论风暴。FMC 迅速站在受害者一方，宣布展开调查，声称要为中小进口商主持公道，提出设立所谓港口安全费和滞期滞箱费。新规语气中充满监管正义的姿态。从表面看 ，FMC 并非毫无理由。确实，在疫情高峰期，全球滞期滞箱费用曾暴涨数倍，部分航线较疫情前涨幅惊人，的确给进口商带来沉重的现金流压力，也让国会和监管机构不得不介入。调查、听证、指控、整改，一步步将行业矛盾推上政治舞台，商业问题被政治化，经济摩擦被放大化。然而，中国的回应方式令人意外。没有惯常的外交抗议，也没有单纯的舆论反击，而是以对等原则为名，精准展开反制行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迅速联合宣布，对美资控制的船舶征收对等监管与收费措施。关键不在船只挂哪国旗，而在穿透式认定，只要在所有权、运营或控股结构中，美国资本占比超过一定阈值，就被纳入征收或限制范围。更高明的是，这并非一次性报复，而是一个星星递进式收费体系。中国没有简单的以牙还牙，而是推出分阶段加码的长期方案。首轮及时对等反制，
随后在未来3至5年内按计划逐步提高费率。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在每一次政策应对中都要进行战略层面的代价计算。你今天提价多少，我马上回应，而我未来还将持续加压，让你在可预见的时间轴上承受越来越重的成本。这不再是短期冲突，而是一场有节奏、有设计的战略博弈。用形象的话说，美国挥出一拳，中国不仅还了一拳，还宣布未来3年将持续加压，在对方痛点上每年拧紧一点。中国的反问极其清晰：你跟不跟？你扛得住吗？星要看懂这场博弈的深意，还得从美国海运业的空心化说起。很多人以为美资船舶象征美国的海运实力，但事实上，美国自有商船在全球市场的占比早已微乎其微。如今的全球集装箱航运主力早已被中资企业牢牢掌控。也就是说，美国以保护本国船舶和进口商为名出拳，但能真正动用的实体力量极其有限。相反，中国在港口设施、船队规模、航线网络等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结果是，当美国试图通过规则制裁中国时，回击的冲击波反而会传导回本土，波及美国企业、农场主与港口工人。这正是这场政策博弈的反噬逻辑。回到那张引爆一切的账单，对美国而言，它是证据，是政治动员的燃料；对中国而言，它是耐心与战略承受力的试金石。双方的应对速度、法律与行政工具的使用方式，以及背后市场力量的较量，共同决定了这场对峙的走向。短期内，你会看到检查、公告、清单与反制文件层出不穷，而中长期供应链重组、航线调整、结算体系的隐性转变将悄然展开。这场博弈的关键不是谁先动手，而是谁能在规则、节奏与资本成本之间稳住阵脚。它从一张账单开始，却正重塑整个太平洋的海运格局。风暴最先冲击到的不是政府，也不是智库，而是那些漂浮在太平洋上的美国航运公司。表面上这只是一个账单的故事，但在企业财务报表上，它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损失、运营困局与股价震荡。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美国本土航运巨头美森。这家公司被誉为美国海运体系的门面，运营着从上海、宁波、厦门直达洛杉矶、长滩的高频航线，是美西消费品供应链的关键支柱。疫情期间，全球运价暴涨，美森凭借中美快线赚得盆满钵满，业绩飙升，股价翻倍，一度成为美国海运复苏的象征。然而，中国宣布反制措施的那一周，美森就成了第一个被卷入漩涡的主角。交通运输部新规明确指出，自2025年起，对美资拥有、运营或控股25%以上的船舶征收递进式港务费，首年每净吨400元，4年后逐步提升至1120元。这个看似技术性的细节，对像美森这样依赖中国港口挂美旗运营的企业来说，堪称精准打击。很快有媒体披露，美森旗下多艘船舶已被列入征收名单，这意味着每靠一次中国港口都要额外承担数百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行业测算显示，一艘5万净吨的货轮，仅一次靠港就可能多支出200-300万元。这对一家依赖高频航线、薄利多销的航运企业而言，不是偶发成本，而是系统性负担。故事的主线由此展开。一张账单点燃一场规则战，一纸调查撬动整个供应链的神经，而太平洋上的每一次靠泊都在见证中美之间从费用到秩序的真正博弈。疼从那一刻开始变得真实，数字从不会说谎，他们在财报里冷静地揭示出疼痛的轮廓。美森在随后的季度财报说明会上罕见地承认，亚太航线正面临政策性成本上升与运营不确定性。这句话一出，资本市场立刻给出反应，股价下挫，机构纷纷下调盈利预期。市场的反馈永远是最诚实的体温计，它不谈政治，只看现金流。投资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旦中国港口的反制成为常态，美森的成本结构将被永久改写。但财务上的疼痛只是表面，真正的剧痛来自运营端的失衡。美森的航线运营向来以准时、稳定著称。每周定点从宁波、上海起航，直达洛杉矶、长滩，再完成装卸、返程，再出发。
这个节奏如同机械齿轮般精准。而当新规落地，这套精密系统被迫打乱，部分航线不得不重新评估是否绕行。选择香港或釜山中转固然能避开中国港口的高额港务费，却意味着航程拉长、油耗增加、船期推迟。业内人士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你每天走同一条上班路，突然那条路开始收费，你要么掏钱走老路，要么绕远路多花时间，无论哪条都不再顺畅。而航线调整的每一次轻微偏航，都可能掀起供应链的巨浪。码头排班要重排，货主仓储期要延后，卡车调度要重新分配。一个港口的收费政策就能牵动整个链条的节奏。与此同时，中国的港口企业却表现得出奇从容。反制措施公布后，上港集团、广州港等港口股价小幅上涨。资本市场读懂了信号，政策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反而是中国港口的利好，收费提升，议价权增强。而美森及其同行的股价则同步走低。市场用资金投票告诉全世界，在这场博弈中，谁真正握有规则优势，谁更能承受阵痛。一位航运分析师在采访中意味深长地说，海运业不是100米冲刺，而是马拉松。现在的美森已经开始喘了，这种疼不仅体现在利润表上，更是战略格局中的信号。它意味着美国航运企业首次必须正视一个残酷现实。过去几十年，他们依赖的是全球化的低成本红利与稳定的中国港口网络，而如今那张熟悉的账单被翻了面，规则的书写者也在改变。而当美森的船仍在太平洋上颠簸时，另一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是那些在超市货架间计算每一个价格标签的美国零售商。因为船公司的疼最终都会传导到商品的售价上，我们不妨跟随一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走完它的全程之旅。想象一台义乌产的微波炉，出厂价50美元，从工厂驶出，它先被卡车运往宁波或上海港，这段内陆运输成本在过去3年已上涨约30%，接着装入集装箱，排队等待上船。海运费呢？在中美港口费对决前，一个40尺集装箱约2000美元，如今动辄超过3500，旺季甚至突破4000。抵达洛杉矶或长滩港后，新的成本又在积累。美国自己的港口费、仓储费、滞港费同样上涨。由于美方发起的301调查及所谓安全费，导致港口效率下降，拥堵加剧。每多停1天，滞期费就得增加150至200美元。而中国的对等反制又让这笔费用变成双倍账，从出港到入港，全链条成本层层叠加。接着，这台微波炉还要穿越美国的内陆运输系统，从洛杉矶到芝加哥3200公里的距离，如今的铁路或卡车运费一度高达每箱6000美元。要知道，从上海跨越太平洋到洛杉矶的海运费最贵时也才5500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的陆运比跨洋海运还贵。这种价格反常本身就是供应链撕裂的明证。终于，这台微波炉被送进沃尔玛或加德堡的仓库，此时它的总成本早已不止50美元的出厂价，而是叠加了运输、港口、滞期、保险、仓储与人工后的综合成本逼近80美元。推上货架时，它的售价变成129美元。而1年前只要99，这每上涨的1美元都不是抽象的通胀数字，而是太平洋两岸博弈的具体体现。沃尔玛在最新财报会议上直言，运输成本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我们定价决策的最大挑战。塔吉特在年终报告中指出，海运与港口费用上升正在侵蚀利润率，供应链压力将持续至明年。连一向以高效率著称的好事多也不得不承认，物流成本在整体运营开支中的占比达到历史新高。可以想象他们内部的焦虑，商品涨价不只是多赚几美元，而是系统风险的外溢。当货价上涨，运费飙升，库存周期延长，整个供应链就像一台巨大的现金吞噬机。每一个延误的集装箱意味着资金被锁在路上，仓库爆满，财报承压。最终，这股压力层层传导，落到消费者手中。他们看到的只是亚马逊上的中国螺蛳粉贵了2美元，咖啡机从89涨到99。
但在这些微小的数字背后，隐藏的却是全球航运体系的重新定价，是成本、风险与权利在世界贸易新秩序中重新洗牌的过程。港口费互兑表面上是中美之间的政策过招，实际上却是一场牵动全球价格链的连锁反应。从义乌工厂的流水线到洛杉矶港的吊机币，再到明尼苏达的超市货架，这条供应链就像一列启动后的列车，一旦发动，惯性之大，任何关税、附加费，甚至一句政策声明，都可能让它震荡到终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政客在国会山振臂高呼保护美国消费者时，那些被保护的人正在为涨价买单。当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高举公平贸易的旗帜时，真正承担代价的却是每一位在结账台前皱眉的普通人。这场所谓的公平之战，从一张罚单开始，却以无数张收据结尾。而当我们还在关注零售商的涨价和供应链的扭曲时，真正的伤口其实早已裂在美国的腹地。那片金黄色的农田上，以及西岸港口那些被迫闲下来的工人之间。在爱荷华州中部，有位叫汤姆·威尔逊的豆农，他家500英亩的大豆田是靠对中国的出口维持生计的。对汤姆来说，中国不是遥远的国名，而是现实账本上的一列收入项。能不能换新拖拉机，能不能还清贷款，都系于此。但今年这笔账变得异常难算。以前我们把大豆装上火车运到西岸，再装船去中国。汤姆在当地电台的采访中说，流程稳定，买家可靠。但现在光是运费和港口费就涨得离谱，中国买家说太贵，不划算。结果中国采购商开始缩单、延单，甚至直接改向巴西、阿根廷采购。汤姆的买家取消了近30%合同，他只好把那批大豆卖给泰国中间商，每蒲式尔价格比去年少了近$2。根据爱荷华州农业协会的估算，像汤姆这样的中型农场因出口受阻，年损失超过$10万。我不懂经济学，汤姆苦笑，但我知道这不是自由市场，这是被政策掐住喉咙的市场。这种故事并非孤立。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数据显示，自中国启动对等反制措施后，美国对华大豆出口3个月内下滑18%，而同一时期，中国从巴西进口量上升了25%。换句话说，太平洋另一端的抑制政策正在实实在在掏空爱荷华农民的口袋。与此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头，美国西岸的港口也同样在失血。47岁的洛杉矶港码头工人麦克，如今每天早上5点仍准时上岗，但工作节奏早已不同。以前忙得没空喝水，一艘接一艘的船进港，灯火通明到天亮。他说，现在一个班站10个人，一半都在等船来。因为航运公司为了避开中国对美资船只征收的对等港口费，开始改到釜山、越南、新加坡等地中转。洛杉矶港的进港船只量同比减少12.6%，麦克的加班时数从每月40小时降到10小时，收入缩水近一半。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工资问题，而是生活质量的急坠。更糟糕的是，这种下行趋势会自己复制，船少了，吞吐量下降，吞吐量下降，运营成本上升，成本上升，费用继续转嫁，然后船更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死循环。而那些被政策口号保护的人，正在被这个循环反噬。爱荷华的汤姆被迫低价抛售，洛杉矶的麦克看着加班单清空，芝加哥的零售商重新核算售价。最终，美国的普通家庭在超市多掏出几张钞票。这一切，田地、港口、货仓、货架，其实都在同一条线上。所以，当华盛顿的官员在记者会上高喊保卫工人、捍卫公平时，现实冷冷提醒他们，这场看似正义的战役，收割的正是他宣称要保护的人。然而，更诡异的反转正在发生。按理说，美国提高港口费，施压中国，中国出口理应受阻，港口该冷清才对。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几乎被全天候繁忙写进了常态，泊位排满，利用率飙升至95%。太平洋上排队等待靠港的船只像一座座漂浮的停车场。凌晨3点的上海港，调度员老张仍坐在闪烁的数字屏前，计算着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1分钟都算钱。
他低声说，对他而言，美国的 FMC 罚款制裁早已成了背景噪音，眼前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让港口保持流动，不让任何一个仓位空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景象？答案藏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第一层反转是中转站的重新洗牌。面对中美港口费用的双向加码，许多船公司选择绕路，不再直达美国，而是先停靠东南亚、越南海防港、马来西亚巴生港、韩国釜山、日本高雄等地，一夜之间成了新兴中转中心。越南港口经理阮文雄无奈地形容：“我们突然堆满了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塔吊都快烧坏了，系统一度崩溃。”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洛杉矶港吞吐量下跌12.6%，巴生港吞吐量却暴涨35%。东南亚港口在短期内看似成了赢家，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依然绕不开中国，因为全球70%的港口装卸设备，包括他们紧急订购的龙门吊，都产自中国。航线是绕开了中国，但供应链没有，最终设备、系统、软件维护依旧来自中国企业。换句话说，生意绕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中国手中。第二层反转是中国企业的主动布局。以中原海运为例，它迅速开辟上海到胡志明曼谷东盟循环航线，在曼谷建立海外仓。这不仅规避了中美港口的高费用，还缩短了运程。从上海直航洛杉矶要20天，如今到曼谷仅需5天，再分拨到东南亚市场，时效反而更高。同时，像马士基这样的国际巨头也开始尝试海铁联运，从美国把货运到德国汉堡，再转中欧班列运往中国西安、重庆，用跨洲、跨模式的创新路径重组供应链网络。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港口的繁忙并非因订单暴增，而是因为全球货物流向仍绕不开中国。无论航线怎么改，规则怎么变，中国依然是世界制造与运输网络的心脏地带。而港口费之争不过是水面上的涟漪，真正的力量博弈早已在水下悄然展开。过去几十年，全球海运贸易几乎都在美元逻辑下运行，无论是船舶租赁、航运保险、燃油附加费，甚至每一次港口装卸和泊位缴费，背后几乎都要经过美元结算系统。根据国际航运协会与 SWIFT 的数据，全球海运相关交易中有约80%以美元计价结算。换句话说，你以为支付的是港口成本，其实你也在为美国的金融统治力买单。想象一艘驶入上海港的货轮，装卸费、滞期费、燃油附加费，每一笔费用都需通过美元清算网络完成。不论资金从哪里汇出，最终都要经过美国的银行系统。这样，美国不仅掌握着全球海运交易的资金流向，还能实时监测谁在与谁做生意，交易金额是多少。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美元主导的清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隐形的控制权。任何企业、任何国家只要在美元体系中运作，美国就能通过制裁、冻结、监管等手段施加影响。这种金融杠杆不需要港口，不需要军舰，却能决定全球货物流动的速度与方向。美元霸权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它的货币面值，而是它背后那套精密的金融网络。试想深夜的港口调度室，屏幕上跳动着成千上万笔费用数据，而在屏幕背后，这些数字都穿过太平洋，被美元清算系统精准记录。这种看不见的监控链条，就是美国对全球海运无形的掌控。因此，当美国宣布对中国船舶加征港口费，对美资航运公司施压时，表面上看是贸易博弈，实际上却是美元霸权的又一次延伸。港口费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庞大的冰体是那套根深蒂固的美元结算体系。然而，中国没有选择被动承受。面对美元长期垄断的局面，中国港口率先推出人民币优先结算机制，一个简单却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鼓励航运企业在支付港口费用时优先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逻辑很直接，美元清算慢，手续费高，汇率波动大，人民币支付快，成本低，流程稳定。换句话说，中国在告诉全球航运公司，如果你想省钱、省时、省心，那就用人民币。这并非纸上谈兵。马士基、达飞、地中海航运等全球巨头起初还在观望，
嘴上抱怨人民币结算麻烦，可没多久，他们就悄悄开始以人民币支付部分港口费用。原因很现实，人民币结算更高效、更划算，也能避开美元系统的不确定性。数据印证了这一转变。短短几个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支付中的占比首次突破5%，美元占比则略降0.4%。看似微小，却足以撼动美元10年如一日的绝对统治。港口费这场博弈从经济摩擦变成了一场货币秩序的重写。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这一步不只是对抗策略，而是系统性的布局。港口费争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美国想用收费压制中国出口，中国却借势让人民币出海，把被动防守变成主动出击。泰国林察班港是个鲜明例子。中远海运的天恩号成为首艘全程以人民币结算港口费用的货轮。过去这类交易要先把泰铢换成美元，再支付中国港口费，中间2次汇率转换3天清算周期。如今直接用人民币支付，2小时搞定，成本还降低约5%。泰国港口财务主管素帕说的直白，这不是政治，是效率。菲律宾马尼拉港、印尼雅加达港、马来西亚巴生港也迅速跟进，纷纷推出人民币结算奖励、手续费减免等政策。人民币在东南亚港口的使用从试点变成常态，从区域变成趋势，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美国原想通过港口费牌限制中国出口，却意外促成人民币在全球航运体系中的扩散。看似一场收费战，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美国还停留在贸易层面，中国却已将博弈提升到金融与规则层面。当全球港口、航运公司纷纷重新评估支付体系时，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正在悄然扩大。港口费已从一项收费标准变成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争夺话语权的关键杠杆。这场风暴表面趋于平静，但平静只是表象。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仍坚持要求中国撤销报复性收费，并扬言将争端升级至国际仲裁。中国交通运输部则回应冷峻：“你先撤，我们再谈。”双方都在消耗，都在疼。美国的零售商抱怨利润被蚕食，农民痛失订单，港口工人担心班次锐减，中国的出口企业也承压，调整航线，重组中转。表面看是双输，但从更高维度看，局势已然不同。美国的算盘原本是用规则束缚对手，用制度彰显正义。可这一次，美元体系这套规则机器正被中国的人民币结算机制一点点撬动，人民币支付比例突破5%，或许只是冰面上一道细缝，却意味着美元霸权的冰层开始融化。这场港口之争本质上是货币秩序的战争。美国以为自己仍在主导规则，却在不经意间把话语权的一部分交了出去。他挥出的制裁之权击中了中国那面早已筑好的金融防线。中国确实付出代价，港口成本上升，航线重组，但换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战略位置：数字化港口、人民币结算网络、东盟供应链一体化。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物流与结算中心。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凌晨3点的宁波港调度员老张坐在屏幕前，几十艘货轮正排队等待靠泊，其中1/3来自东南亚。几艘欧美货船账单上都标着 RMB 结算。他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轻声说道：“现在的海面真的不一样了。太平洋依旧波涛汹涌，但潮水的方向正在悄然改变。美国仍拥有强大的金融与军事体系，却失去了规则神话的绝对信任。而中国则在一次次的经济摩擦中，用市场、技术与体系一寸寸夺回主动权。谁赢了，谁输了？表面看，这是两败俱伤的对抗，但在更深层的层面，美国输掉的是规则的垄断，中国赢得的是货币的未来。这场始于港口费的战争，终点却是全球金融秩序的改写。全球化的方向不再由单一国家决定，而正迈向多极、平衡与共治。当你下一次买那台涨价的咖啡机时，请记住，那几美元的差价里藏着的不只是运输成本，而是整个世界再重新洗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将是我最大的动力。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